这种小城市现在人都那个人口在减少，对，总体来讲比较萧条。停车场，你们的车号是多少？我们的车号是多少？我看看啊，8709。8709哈。好的，你在这等我，我马上到。我们就尽量在这门口等你啊，谢谢。好嘞。你是不是得停下，别在这儿挡路？およそ300メートル先、左方向です。啊，这是您家是吗？我家。哎呀，这房子好漂亮啊！还行吧，啊10几年的房子了。我们从东京过来都觉得这房子好大呀，好大吗？因为东京的房子都比较小。不给你们拉拖鞋了，行啊，吧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那我们就脱了鞋就上来了哈。对哎，好嘞。这落地窗哈，看着外面的。咖啡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您不用客气啊，你给我们拿点水就行。そう、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何でもいいよ、お茶とか何でも。今ちょっとよろしく。はい、以上。はい。すいません。你这日语说的很好啊。您东北人啊？我东北吉林人。啊，是吗？对，吉林市人。哎，那咱们是老乡。您是？我就是在吉林市出生的。啊，在吉林那个哈达湾那个地方啊，对，离我家不远。我3个月大的时候，我们家就搬到陕西去了。啊，但是我父母那个生活习惯还都是东北的。哦，冬天腌酸菜啊。对对对对，酸菜特别好吃。你在这儿还腌吗？我不腌，我都是去买去。这有个小的华人超市。对。您到日本多少年了？我已经是21年了。哎呀，这么长时间，21年，那就是2002年。对，是以研修生的身份来过。我是缝纫，做就是应季的衣服。当时在日本哪个城市？在岐阜县。研修生我知道，在日本其实挺苦的，而且就是20年前的研究生太苦了，我觉得。是吧？这可以播吗？啊，没事啊，无所谓啊。当时我们的研究生是一小时才300日元。1个小时300日。300日，就每天就按小时算。对。8点到后半夜，有时候到后半夜1点的时候也有。那就一天差不多干12个小时。对，将近12小时啊。那也才4000日元。也就那样。那你星期六、星期天休息吗？星期天休息。休息1天。对。哦。然后剩下的就全是在工作。哦。那是非常辛苦。反正也熬过来了。真是熬过来了。这个是我当时研修的时候。这是你当时在工厂里面。石志辉。石志辉。哦。对。这个是你吧？对。这是工厂的这2个日本小男孩。这是男孩，我还以为是女的呢。这个，这是姐妹呢。这个。我国内的朋友也到日本了，他们都是先来的，就是从小的同学。就是说你这签证就是留在日本也太费劲了。因为他们是正常签证过来。对，他们是正常婚姻签证，都是结婚过来的。所以说，他说的，那你也就干脆也就办一种这种婚姻签证得了。就这样，我是办的婚姻签证留下来的。那你就等于找了一个日本人结婚？对。那这日本人你原先认识吗？不认识，不认识，这都是我就是介绍呗。是吧？那当时实际上跟他结婚，其实就是为了想留在这儿，对，是吧？实际上就是想留下。但是作为你们研究生要想留下的话，就只有这一种方式，对，是吧？因为你不能转成其他的签证嘛，是吧？你回国了再来就费劲了。所以说只能借这个研修机会的时候，转变一下自己的。那您当时结婚的那先生跟现在这个是一个人吗？不是。这个可绝对不是。这可以不播。那当时结婚那个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？就是地地道道的一个日本农村人。就是一个大工吧，就是盖房的人。发自内心的情况下是肯定是不喜欢没有相中的那种人。那个类型。但是没办法，就是说为了自己的以后吧。得这么说，所以说就。实际上是用婚姻来换一个在日本留下来的机会。对，真是这样。那当时对方多大年纪？当时
是多大？比我大14岁吧。啊，你当年多大？我当年才30。啊，30。那你在跟他结婚之前，一共见了几次？见了2次。一共就见了2次面。对，我们家他回来了。他是日本人是吧？日本人，纯日本人。他听不懂中文吗？听不懂，但教过他，学过几句而已。那后来结婚以后，你后来那先生对你好吗？怎么说呢？那时候日语也不太好，就是说他对我好是挺好。すいません。どうも。すいません。代表の方。こっち。どうも外国です。すみません。どうも。名刺は持っていません。有的是的。这是这个阿乌托利卡。对，他是阿那个。乌托利卡。すごいですね。代表取第一是吧？老板。那你后来那第一次婚姻的时候，那你说你刚才你说你先生对你还不错是吧？还可以，但是他那个就是因为语言不通造成的不少误会，所以说就是，他那个父亲嘛，他就这么一拳，当时就把我这打了，这里头现在有个疤，实际上。打你啊？为什么呀？作为中国人，可能身高，就觉得像在打仗似的，就是你说话声音比较高是吧？可能是，因为当时就是说还是不习惯呗，然后我具体是因为啥事儿？当时啊？具体因为啥？因为洗衣服啊是什么？具体到底因为啥我也不清楚，都忘了是吧？所以说当时也就决定，就是这个家我是不能留下来。当时是吧？对，是我知道，就是这种结婚，它都是要求挺长时间才能换签证嘛。当时你如果要是马上离婚的话，你可能这个签证都不对，保。所以说我忍着了，是吧？我忍到拿到永住我才走的。是吧？实话实说。那忍多少年呢？忍了4年，拿下永住以后离了婚，当时那个他妈吧就告诉我，那你就赶快搬走吧。就是我当时没有找到地方，不行，你就是赶紧搬吧。就立即马上。对。真的还挺不容易的。是，反正就是这么个。これやべえ。避难的客人上那店里去喝酒的时候，跟我就是聊起说的，就是说有这么个机会，现在不少人就是说全国各地全往福岛来嘛，因为当时这里的工资特别高嘛，因为没有人嘛。你当时听了就动心了。对，他说的开这种小酒馆的是个机会，就这样我就上这来考察了2次。海啸过后1年我来的。当时城市什么样子？有的地方能看到船，就是那海啸当时边上，对推到岸上的。对。植物全是被盐水淹了嘛，它就是颜色不一样，土地的颜色也不一样。人呢？当时回来的人多吗？当时就是本地人回来的人不太多，都得补助了嘛，几乎都是到好的地方去盖房子，去留在别的地方了。那当时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就对这怕吗？当时反正也没什么太多想，也没说想就是说这个辐射呀，将来是什么样的，没那么想那么多。当时怎么想呢？当时就是想，就是
一个机会，这里总是在给别人打工，就是打一辈子工你也打不出来什么，就是这意思。得有这个房间4个到5个这么大吧，能容纳40-50人吧，一次性。你开那么大一个酒馆，对，和房主谈了一下房价，谈到多少钱啊？谈到9万。9万块钱呢一个月房租啊！对，我天哪，那么便宜啊！对啊，因为他没有人租嘛。那你刚到这个城市的时候，实际上这个地方还也不认识人嘛？不认识，谁也不认识啊。我就是认识这2个朋友，都是我自己去找回来的。就在我店打工的那个2个朋友。你当时去哪儿找的呀？国际交流学会吧，他有学日语的外国人。当时那个老师告诉我，有一个在通嘎茨亚桑打工的一个，就是在那个肉饼的那个店上班的一个中国人有。说你去找找他吧。就这样，我上他店里去吃饭，正好赶上他当天上班。就这样我找到他的。你找到他，你跟他咋说了？我就跟他实话实说了，我说我现在要开店，你要是能上我这来打工是最好的。他就来了，因为当时他挣的工资1小时720吧日元。你就给的多一些呗，是吧？就给1倍呀。你给1倍啊？1个小时的。稍微的装修了一下而已。我是7月8号开的。这日子你现在还记得？记着，2012年的7月8号，在这里的我的店是最大的，也是第1家中国人店。你做的就是那种日本的那种居酒屋，就是斯纳克。那菜都是你们自己做吗？平常我给做点中国的饺子、水饺，有时候做点猪蹄儿。是吗？还做猪蹄儿呢？那一般的居酒屋里没有，是吧？有吃有不吃的。那酒馆当时办的时候生意好吗？特别好。是吗？因为当时上这支援的人就是特别多嘛，全是就是单身的男士特别多，就到这边施工的是吧？对，除染的那个工人，他们住的地方都特别小，因为当时住的地方就是特别紧张了，尤其到晚上了，干了一天的工作特别累，就是回来晚上出去喝个酒散散心呗，所以说人就特别多。当时生意好的时候，1个月大概有多少流水啊？每天都去存钱去，我知道。是吧？往银行里。对。每天我都存。存多少钱？每天10万、15万这么存。那这基本上就是你挣的钱了。对。那就挣的比较多了，一天10万、15万，是吧？他上我店来喝酒。我给看了手相。看到我手里了。是吧？对。你喝酒，你平常给人看手相啊？就是聊天嘛。我俩要结婚了，所以说就把店就不干了。那为啥结婚就不干了呢？6点到12点不在家，正常的家庭应该就是说。一天就是早晨出去，晚上回来，2家人都在一起。实际我喜欢是这样的家，喜欢这样的就是生活方式。当时也是没办法，就是要谋生嘛，是吧？对，为了生活嘛。这是这是您现在的丈夫是吧？这我认出来了是吧？这是我父亲。哎呀，你父亲？这是我家，这是我丈夫。这是我母亲。这是我妹夫，这是我妹妹。你妹夫也是日本人。日本人。一家哈。在温泉里头。对。给我父母过生日。挺幸福的感觉哈。
如果要是没有这地震，我想你可能还不一定到这个城市来，对是吧？对，我得感谢他。那这最近那福岛不是有排水吗？什么之类的？对呀、我父母倒是说了，注意点儿，别吃海鲜了。但是周围的人都没有什么反应，我也就觉得没有什么。前两天我俩还去吃了一次那个卡巴斯喜啊，在那吃了一顿海鲜，但是不能和我父母说，他们在国内是吧？他们担心啊。你知道国内的一些人在网上说这特别可怕，还抢盐什么之类的，是，都那么说。他们感觉就是在中国好像都受威胁受污染了似的哈。是啊，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。你觉得？中国人很多就觉得日本政府不可信，因为他那个说那个数据可能都是假的。这个我说不好，真说不好这个事情。我只信我家人的，而已。就你自己家人，对，他们不害怕。对，我丈夫说了没事儿，那就是没事儿。OK。现在的生活没有缺憾，真是很满足的。我的业余爱好就是高尔夫，平常就是每周打一次高尔夫。那你在便利店打工的都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？日本人，还有蒙古人，前一阵有过菲律宾人。那东京现在有很多便利店，就是那菲律宾人呐、尼泊尔人呐，对，缅甸人呐，对，他们不是研究生吗？不是，他们都是婚姻过来，都是结婚过来的。跟你当年走过的那个路有点像，是吧？跟当年中国人走过的路。对，真是这样。你尝尝这个，这个是新出的产品，这个也特别好。好的。